节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、微博，敬请关注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426期迷彩虎讲堂，我是你们的忠实战友虎妞菲菲。前不久，电影《芳华》在全国热映，菲菲也第一时间去影院一睹风采，对其中的一些情节印象还是深刻的。正巧不少观众都私信菲菲说想听当年的那段历史。那今天菲菲就来和大家聊聊越南那点事儿。说起越南，很多人都会想起上世纪爆发的越南战争与我们的对越自卫反击战。中美两国相似的环境，同样的对手，然而战争的结果却不尽相同，这究竟是个什么操作？其实咱不妨对这个问题来分析一下。其实广义上，1961至1973年，美军出兵越南仅仅是整个20年越战的一部分，但正是这12年，让美国一脚踩进了战争泥潭，无法自拔，也让美国感受到了比50年代朝鲜战争还强烈的刺激。毕竟在1950年的朝鲜战争中，志愿军的英勇顽强让美军记忆犹新，而他们也被美军形容为如美洲豹一样可怕。微信搜索迷彩虎，关注后回复对手，看美军为何如此形容志愿军士兵。以美军当时的军事实力，其实可以对北越完成碾压，但实际上为了避免与支持北越的中苏发生冲突，美军在越南的活动一直束手束脚。特别是1964年，毛主席就指出，如果美国打倒北越，中国军队就以志愿军的形式开过去，无非就是再来一次朝鲜战争。美国人能出兵，中国人就不会出吗？因此，为避免与中国及苏联发生类似朝鲜战争那样的冲突，美军除少数特种部队外，地面部队几乎没有越过17度线。这里菲菲插一句，其实这个北纬17度线并不是地理上的纬线，而是1954年南北越分治时以边海河划分的国界，只是被误传而已。实际上它比17度纬线还要靠南，况且中美相关档案也都未提过以17度纬线为界，所以各位抓紧画好重点，咱们接着开讲。而对越南北部的打击主要由空军执行，但当时中苏都大力支援北越，特别是中国向越南派出的防空部队，对美国空军造成了很大损失。而北约的大部分设备物资几乎都放在了中越边境地区，美国空军无法有效打击，自然无法彻底摧毁北越的战争持续能力。虽然美国在越南动用了除核武器之外的全部家当，也取得了大多数战役的胜利，然而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，因此在付出伤亡与经费后，却依旧无法阻止越南最终的统一。不过统一的越南却没消停，70年代末，越军反手就在边境搞事情，无端挑衅，甚至在谈判中提出中国帮助越南抗击美国那是过去事情，就不要再提了。那你们问问，在援越期间牺牲的1146名中国烈士答不答应这个要求？不得不说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越南啊，你说自己是世界第3军事强国，看着那边印度留在墙上的那个大写的惨字儿，来和我们一起念勿谓言之不预也。1979年对越作战对我们来说也是契机，清了边境的不安定因素，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，同时也在国际上坑了一把支持越南的毛熊，并且和美国拉近了关系，提供给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，让咱们闷声发大财。当然，对越作战成了对解放军最好的实战锻炼，从最开始的边境部队到各大军区轮战，算是让我军恢复了应对战争的能力。当然，世界第3就比较惨了，之前叫嚣要8天时间占领昆明的越军，开战就遭遇了我军的猛攻。号称精锐的越军316A、345、346及第3师被打得几乎撤销番号。2月17日开战，到3月5日，我军就完成了对谅山、广渊等地区的占领。而在整个对越作战中，炮兵无疑是最大的明星。毕竟在朝鲜的火力不足恐惧症，总得有发泄的地方，对吧？恰好越南成为了陆军检验大炮兵主义的最佳目标。整个对越作战中，我军共投入了48个炮兵团，仅迫击炮这一项就总计消耗了88万发炮弹。咱们攻打老山前，炮火准备持续了20多天。据说老山战役结束后抓到的越南俘虏好多都已经聋了。这次战役共歼灭了1300名越军，大部分都死于我军精准的炮击。就连叶剑英元帅都坦言，自淮海战役后还没见过如此多的敌军尸体，甚至传言当时向前线输送弹药的列车10个车皮里有9个都是给炮兵挥霍的，那火力突出了一个丧心病狂。而相比于拖泥带水的美国，中国的对越作战其实十分干净利落。解放军在战前已经明确了战略目标，就是有限规模的惩罚性作战，
以边境地区为主，适当深入越南领土，对其造成压力，在达成既定战略目的后，果断结束战争，这就避免了陷入长时间冲突的可能。毕竟论持久战，那是咱的专利。你越南学了点皮毛就想和爸爸叫板，还是太年轻呢。节目最后推荐一款看新闻能赚钱的 APP 作为福利，每天没事儿打开浏览新闻即可获得金币奖励，金币自动兑换现金，超过30元可提现。现在注册还送2元现金红包，您还可以邀请好友帮你赚钱。每邀请一个好友，除获得2元佣金，好友的每次阅读将送您20金币，好友越多，金币收益越多。大家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搜索“玩头条”，开始看新闻赚钱之旅。